各位朋友，众所期待的石头洗地机器人终于正式加入战场啦！他们首播带来了亲民高阶定位的全新 Curvo Curve 2 Flow 滚筒洗地机器人。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最近石头在我们社团的讨论度很高啊，那最大原因就是石头终于推出了自家首款滚筒洗地机器人，中高阶定位的 Curvo Curve 2 Flow。那这次最大的重点，除了滚筒洗地模组之外，就是石头居然把通常要到高阶旗舰机种才会有的主刷以及变刷抬升功能一起下放到了 Curvo Curve 2 Flow 上。但最猛的还是售价，石头居然开出了官标2万出，首卖19999的诚意开价。如果你有抢到的话，这应该是这个价位带上唯一有主刷以及变刷抬升、基站功能又相对完整的滚筒洗地机器人。不过我猜还是很多朋友想问，滚筒形式的洗地机器人到底差在哪里呢？我们说过很多次，传统的扫拖机器人在拖地方案上大多采用双圆盘拖地模组，靠的是这2片圆形的拖布不断旋转，把脏污带走。但当超过处理量的时候，就会变成以脏拖脏，只能不断回洗拖布，尽量保持干净。而滚筒洗地技术呢，就是直接把洗地机同样原理的模组塞到机器人上面。那差别在哪里？我直接测给你看，你就懂了。我们再次请出老朋友万家香极品香菇素蚝油。你看，传统双圆盘拖布完全无法处理大面积脏污，只能均匀抹开。而你看石头的滚筒呢，就算是面对这样一大片蚝油的地狱测试，滚筒洗地机器人一过去，蚝油脏污就立刻消失。那让地板一下子变干净的秘密，就是石头在拖地方案上采用了官方叫做 Spiral Flow 即时自清洁的滚筒洗地模组。而这个技术原理也很简单，就是石头在滚筒的内侧装了8个出水孔，当机器人在拖地的时候，出水孔会不断的把干净的水补充到滚筒上，让滚筒保持湿润。与此同时，内侧还有一个刮条，可以把脏污不断的刮下来，回收进机器人车尾的污水箱内，让滚筒继续保持干净。所以滚筒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在拖地的同时，也在把自己洗干净。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越来越多机器人都采用滚筒拖地的方案，因为相比起传统双圆盘拖布，滚筒洗地模组真的干净很多。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目前洗地机器人还是不适合拿来处理固体垃圾，所以千万不要拿来洗打翻的泡面或是蒸奶。但有一招可以分享给你，如果你只是想要快速清理打翻的湿污渍，你可以直接选区，把这块脏掉的区域选起来，接着选择纯拖地，这样机器人就会把主刷抬起来，边刷也抬起来，只用滚筒把这个区块擦干净。这样一来也能避免主刷跟边刷弄湿弄脏的风险。好，带大家快速看完滚筒的重点，接下来依照惯例来帮大家整理石头 Curvo Curve 2 Flow 的主要亮点。首先，这次虽然主打的是滚筒洗地机器人，但石头在基础规格上也没有马虎，采用了2万帕大吸力风机。而在拖地上，就是刚刚介绍过的滚筒洗地技术，滚筒每分钟可达220转的超高转速，以及15N 的下压力，把地板擦干净。而在贴边上 ，Curvo Curve 2 Flow 也有拖地贴边设计。你看，当滚筒模组侦测到墙壁时，就会自动伸出滚筒，靠着墙壁拖地，做到贴边。比较特别的是，在清扫地毯的时候 ，Curvo Curve 2 Flow 除了支援1.5公分拖布抬升之外，石头这次还在滚筒的外侧加上了一个遮罩。当系统侦测到地毯的时候，机器人就会自动伸出遮罩盖住滚筒，直接阻绝滚筒碰到，物理性防止沾湿地毯。接着我们看到定位硬体 ，Curvo Curve 2 Flow 采用成熟的360度 LDS 模组，透过顶部凸起的雷射感应器，就可以做到快速空间侦测。而在避障表现 ，Curvo Curve 2 Flow 采用了单线结构光加上 AI 视觉避障系统。透过这组镜头 ，AI 就会自动侦测地面上的障碍物，并且进行分类。例如，机器人看到地板上有娃娃的时候，就会把它标注为织物，并且放心大胆靠近。那如果是线材，它就会保守的绕开，避免碰到的风险。最后看到 Curvo Curve 2 Flow 的家，也是该有的都有，包括像是自动集成、自动帮扫地机器人的水箱补水、75度热水洗拖布、50度热风烘干等等。再来一个小惊喜，就是你听 ，Curvo Curve 2 Flow 运作时非常安静，10岁标准模式下的音量只有58分贝。随后，这次最大的重点就是开价。目前在某某以及官方通路都只要2万出左右就可以入手。以中高阶定位的滚筒洗地机器人来说，石头真的拼了。好，一口气看完所有重点。不过在帮你的频道到底有多强，实测了才是最准。
我们也就不废话，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直接把再次更新的15项地狱测试全部请出来，测试全程录影，结果摆在眼前，优点缺点一个都不放过。对了，帮你扫地机器人社团目前即将迎来4万位版友加入，不管你是要买、想买还是已经买，现在就直接扫 QR Code 加入台湾扫地机器人讨论区，或是直接看资讯栏或置顶留言就有连接咯。我们还是先从基础上能看起 ，Curve Curve to Flow 本体同样采用主流圆形机身设计，并且主机跟基座都采用了简约耐看的全白配色，很容易融入家庭当中。基站设计就是延续石头 Curve 系列一贯的风格，圆润优雅，并且体积不大，摆在家里不会过于抢眼。而在定位方案上 ，Curve Curve to Flow 采用顶部凸起的360度 LDS 定位模组，可以做到快速空间侦测。不过稍微可惜的是，应该是定位的关系，这台没有用上升降 LDS， 加上底部塞了滚筒模组，因此机身厚度大约落在 11.9 公分。其实以石头的开价来看，2万级距本来就是传统 LDS 为大宗，所以是还好，但同时也就预告着石头肯定在酝酿旗舰洗涤机器人了吧。接着，我们用上再次升级的红外线摄影机来观察 Curve Curve to Flow 在黑暗中的避障表现。透过红外线摄影机画面可以看到 ，Curve to Flow 采用单线结构光模组，所以在黑暗中也可以做到即时避障。另外，这次的车头也加上了补光灯模组，所以不管是关灯清扫，或是机器人到家具底下的时候，视觉辨识模组都能正常运作。并且这颗镜头也支援视讯通话以及宠物抓拍等等石头经典的功能。你可以透过这颗镜头看到家里面的猫猫狗狗在做什么。那在意隐私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关掉视讯功能。那比较特别的是，这次石头也加上了污渍深层清洁模式，系统在打扫时会透过这颗镜头自动侦测地板上的干湿污渍，重复清洁重污区域。遇到湿脏污就自动抬起主刷以及边刷。除此之外，这次 Curve to Flow 的 App 里面同样有宠物用品深度清洁的选项，开启后机器人就会自动提升宠物用品四周的吸力，加强清洁。接着，我们把机器人翻过来，看到主刷与边刷设计。比较特别的是，这次 Curve Curve to Flow 新增了一左一右的2个边刷，并且同样用上自家主打的3重防缠绕设计。第一个防缠绕是边刷不缠绕，你看 Curve to Flow 透过2只超长的弧形毛刷，加上中间的挡筋设计，让毛发在边刷旋转时，透过离心力自动脱落下来，做到不缠绕。而第二个防缠绕就是石头在最前面的万向轮加上了刷毛，减缓滚轮缠绕毛发的机会。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主刷设计。这次的 Curve to Flow 依旧采用招牌双悬臂对刷，这个设计就是在主刷上采用悬空固定的方式，让中间留有空隙。但这样还不够，你看它在毛刷和胶条都采用螺旋设计，并且让滚刷转动的速度不同，这样一套组合技下来，就能让毛发慢慢的被推到中间。那因为中间有空隙嘛，所以毛发就会自然的掉进下方集成盒，做到物理防缠绕。而在拖地上，石头提供总共30档的水量调节。那守则我们说过很多次了，拖地的水量不是越高越好，建议从最低档开始测试，不够再慢慢往上加，这样就比较不会有水痕的问题了。另外，要记得在 App 打开自动脏污复拖以及污渍深层清洁策略，这样机器人看到污渍时才会自动复拖。另外，家里如果是木地板 ，Curve to Flow 也有沿地板方向清洁的功能，开启之后可以降低缝隙摩擦。然后 Curve to Flow 也支援了 Hello Rocky 语音助手的功能，只要先说出 Hello Rocky， 开始打扫。好的，开始清洁。讲出固定的指令，机器人就会听你的指示打扫。那所有的指令也都可以在 App 上面看到。而在维护性上，机器人本体配有成盒、隐藏清水箱以及可拆卸的污水盒。当机器人回家后会自动集成以及自动补水，所以不用管它，只要记得定期把污水盒拆下来冲一冲就好，维护上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如果你想把滚筒拆下来清洁的话，只要按住滚筒侧边的按钮，接着往外抽，滚筒就可以被顺利抽出来。重点是，你看 Curve to Flow 的滚筒支架是可以抬起来的，所以当你要清洁滚筒拖布的时候，除了可以把整根拖布抽出来拿去洗之外，只要把支架抬起来，就可以彻底清洗滚筒下方的脏污。石头也在滚筒内侧加上了一个刮条，不但能及时刮洗拖布，也能稍微阻挡较大的脏污以及毛发流入污水箱。
并且这个刮条同样可以拆下来清洁。接下来我们看回 Curve Curve to Flow 的家，我们把基站上面的白色盖子打开，右边这个就是清水箱，左边是污水箱。平常只要把干净的水装进清水箱里，当机器人返回基站的时候，就会自动从清水箱取水，把机器人水箱里面的水补满。另外这台没有自动添加清洁液，不过你可以手动依比例直接加进清水箱，软化脏污。但滚筒是真的很强了，如果地板不是很油，不加也没有问题。那左边的污水箱则是负责回收机器人拖完地的脏水，以及清洗滚筒的废水。所以机器人车尾这个污水回收盒，你不用手动倒掉，它回家会自己排空，然后回收回来，顶多定期冲一下就好。那这两个水箱后方都是自动集尘模组，机器人返回基站后，灰尘会被自动吸入这个 2.5 公升的集尘袋里，并且这袋同时支援75度热水洗脱布以及55度热风烘干。唯一小可惜的地方就是这台的坡道一样是无法拆卸，但好在主要的拖布底盘是可以整个拿出来洗的。好，重点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再度更新的全新15关实测环节。第一关清洁力测试，我们准备了3种家里常见的打扫大魔王，分别是饼干屑、瓜子壳以及红豆各10克，总计30克的测试物，分别代表小脏污、长形垃圾以及圆形有重量的垃圾，可以观察机器人的清扫效果，并且观察边刷会不会把红豆喷飞。好，开始测试。测试完成，我们来最后称重。Curve Curve to Flow 原本30克，实测回收达到 29.3 克，几乎全都回来了，回收比例达到 97.7%， 就是目前第一梯队的表现。第二关角落清洁测试，那我们这次同样控制了10克的饼干碎屑，平均铺在墙角测试。经过我们实测，原本10克的饼干屑，第一次回来 6.7 克。第二次回来的有8克。那以结果来看，对比资料库中传统圆形机种大概60%的表现，一般伸缩机种大概是80%到85%，而 Curve Curve to Flow 在2次清扫之下，大概就是介于中间的80%表现。第三关，我们来测清扫时间。这次我们把不同组合的测试结果做成表格，更加一目了然。也补充说明，在这个空间面积当中，大多数扫地机器人大约花费8分钟左右完成清扫，所以比8分钟短就是比常规更快的意思。而经过我们实测 ，Curve Curve to Flow 无论在开灯或是关灯之下，都花了4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这次采用 LDS 加结构光的好处，就是开关灯都不会影响清扫时间。第4关头发缠绕测试，这个项目我们直接测长发族。长度设定在70到80公分，总量1克进行测试。不要小看1克，其实超级多，完全可以把整个测试空间铺满啊！好，测试开始。测试结束，我们来看双旋臂对刷。完全没有缠绕，全部顺利分离，过关。那要提醒，对刷在不断运作的过程中，就会让毛发慢慢往中间靠，最后掉到集尘盒里。所以就算刚扫完有看到，其实也不用管它，下次打扫就会自动解决了。第5关障碍物测试，经过我们实测，如果你想要有最好的覆盖效果，在设定当中的少碰撞模式就要选择提高覆盖率，这样机器人才最大程度贴边清扫哦。接下来直接开测，我们可以看到。Curve to Flow 同样会先沿边缘贴边清扫，障碍物上包括地板上的充电线、延长线、宠物便便全部过关，然后圆形柱状物的绕边表现也很不错，而且滚筒有伸出来贴边清扫。那最酷的地方，因为有视觉辨识嘛，所以 Curve to Flow 会自动判断哪些东西可以贴边，哪些不行。像是侦测到延长线、宠物便便时，就会远远的绕一圈，避免碰到的风险。第6关，接着我们关灯再测一次。
喜欢看红外线画面的朋友，这个环节也可以一起来观察 Curve to Flow 的 LDS 和结构光。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Curve to Flow 在关灯后，基本上结果与开灯完全一致，而车头的补光灯也能让视觉辨识在关灯下可以继续运作，都确实有避开。不过我们也有注意到，在关灯清扫时，有一定的机会会把便便当成一般的障碍物，所以会贴得比较近。如果担心的话，可以调整成少碰撞模式，这样机器人的贴边策略就会变得更加保守。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打扫前依旧建议把地板上比较大的垃圾收一收，把建立地图时的门都打开，然后电线、杂物都收一收。目前我测过这么多机器人的结论就是，无论多高阶，都还是没办法做到完全不收拾就打扫，所以该收的还是要收。第7关，我们过往都会测风干好几天的酱油渍，但这对洗涤机种来说真的毫无压力，所以我们就直接上整片蚝油地狱测试。可以看到 Curvo Curve to Flow 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然后之前有人会提到轮胎可能会沾到脏水，但其实机器人在早期就想到了，所以大多采用的是不沾胎设计。除此之外，因为机器人的路径特性是朝同一边前进，所以拖地模组永远是在车轮后面。加上这次 Curve to Flow 直接采用了27公分的长管筒设计，所以你看画面最准，就算开过蚝油，最终整片都是干干净净的就是了。所以一般家庭的脏污是完全不用担心，几个月擦一下轮胎就好。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 Curvo Curve to Flow 的出水孔只有8个，所以如果家里是比较脏的朋友，可以加大出水量或是调高回洗频率，确保拖布均匀沾湿。那刚使用的前1个月，建议设定高温热水浸泡洗，滚筒会更加干净。第8关，噪音测试。这边直接上表格 ，Curvo Curve to Flow 总共有4档吸力模式，在安静下是59分贝，标准的话是60分贝。Max 最大吸力就是来到69分贝，不过日常建议选标准就很够用了。说过无数次，一般家庭吸力开到最大不会干净多少，但会很伤电池。如果是家里有宠物或是灰尘比较多的话，再选第3档就很够了。有地毯的朋友要记得开启地毯增压，也就是上到地毯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把吸力开到最大。第9关，续航。我们新版的机器人测试了统一标准，同样的空间连续清扫，可以完成22次的清扫。第10关，充电测试。Curvo Curve to Flow 从 15% 开始充电，大约耗时2小时54分完全充满。以扫地机器人来说，这是常规偏快的表现，并且这台也有离峰时段充电的功能，可以自己设定充电时间。第11关，拖布清洁测试。我们就直接魔王关就好，我们把整个滚筒放在酱油加酱油缸的污水中。这是 Before 原本干净的滚筒，接着是 After 脏掉的滚筒。我们让机器人用75度热水清洗，结果出炉，大家直接看图就很明确，滚筒洗得超级干净的。第12关，基座集成测试。我们一样30克的混合杂物加上满满的狗毛，接着让机器人自己吸入集成盒里面。好，开始集成。来看结果。Curve to Flow 的集成效果也没问题，吸得够干净，没有残留。第13关，地毯。开始测试。你看，当机器人遇到短毛地毯的时候，屁股的遮罩就会自动开启，把滚筒挡住。OK。中长毛地毯也 OK。不过有地毯的朋友，我还是更推荐在 App 设定先扫地毯的功能，做到完全干湿分离。我觉得家里有地毯的朋友，真的可以优先看石头的机器人，在这一块他们是真的蛮认真在做。随后第14关，乐章测试，直接上实测。Curvo Curve to Flow 这次应该是滚筒模组的关系，所以没有底盘抬升的功能，但我们直接实测2公分门槛，没问题。不过如果家里的门槛比较高，还是建议买扫地机器人专用的门槛辅助垫。最后的最后一关，来测卡机器人大魔王 IKEA 躺椅。哦，可以哦，没有卡住，过关。
好，竖向测试结束。整体来说，年尾这一台 Curve Curve 2 Flow， 我觉得可以说是石头近2年来最亲民且有感升级的一款新机。不只是石头首款滚筒洗涤机器人，更是下放了旗舰才会有的主刷及边刷抬升功能。而在臂障上也加上了 AI 视觉辨识模组以及补光灯，让机器人在昏暗空间也能正常臂障。不止如此 ，Curve 2 Flow 的基站功能也相当完整，拥有自动集成、自动热水洗脱布、自动热风烘干等等，该有的都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开价，2万出就能入手石头滚筒，的确是蛮意外的。还是那句话，漂亮的价格永远是最大的优点。最后来到选购建议部分，基本上如果你是在意拖地功能，预算就是2万上下，喜欢视角的朋友，那现在就是优先选洗涤机器人就对了。但如果你就是想要买，就是买到最好，想要所有功能通通都到齐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可以再等等。毕竟 Curve Curve 2 Flow 用上滚筒，代表石头旗舰滚筒应该也不远了。最后的最后 ，Curve Curve 2 Flow 的尺寸位置也帮大家量好，打出来在这里，我都要帮大家多抓1公分左右的公差。另外要记得预留 Curve 2 Flow 超出基座的部分，要做柜子的直接参考就可以。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没说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